芈月，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竟然认不出寡人了。来人！大王，快宣太医，芈月醒了。是。大王，八子，你这身子还没好呢。这就是和氏璧。让太医检查过来，只是那个匣子里有机关藏有毒针，和氏璧上并没有毒。好好看看他，你为了他差点丧命。这块玉伤了多少人的心呢？卞和曾抱着璞玉，在楚山下去见楚厉王、楚武王，可玉宫没一口咬定这是块普通石头。结果两代君王均以欺君之罪砍下了卞和的左右脚。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眼泪流干了，流淌在宝玉上的全是血。有何不妥？快过，把它拿走。尽管它足以乱真，但这块玉绝不是和氏璧。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美玉，做工精巧，白璧无瑕，在我秦宫里也很难找出同样品格的好玉。你是如何确定它是假的？就因为它过于白璧无瑕。大王，臣妾刚刚提到过，卞和曾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和氏璧上沾满了他的血泪。此玉有灵性，卞和的血泪即刻沁入玉中。尽管后来楚文王曾让玉工们剖开宝玉，细心打磨，但碧玉里仍留下了几处血丝。屈子曾在朝阳家欣赏过这块宝玉，说那发丝般的血迹一般人很难发现，但放在光亮之处却尤为明显。如此说来，果真不是和氏璧。是谁这样处心积虑？和氏璧本是独一无二的珍宝，岂容混淆？那人这么做，一定不仅仅是为了谋利。瞧你这孩子，有话不会慢慢说吗？这身子还那么虚，就劳心劳肺的。来来来，赶紧躺下。这汤水越来越浑了。八子真是命大，这若是换了旁人，早就呜呼哀哉了。妹妹别太伤心了，调养段时间，身子会好的。是啊，等八子养好了，照样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我哪里是在为自己的容貌叹息？我是想，我这一病，不知又得罪了多少人。这些日子我明明见好，
可除了2位姐姐，宫里无人肯理睬我，连王后都不来看我。八子为何要惦记王后啊？是她的解药救了我的命，我总该当面谢她。你们这是齐心要瞒我什么？前些日子我命如寒蝉，岌岌可危，宫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女医治说了，你全身经脉均伤，要心无旁骛才能调养好。等过些日子你腿脚利落了，再知道也不迟。姑姑这么一说，我就更躺不住了。你们若不告诉我，我去问大王。哎，八子真是倔强，你赶快躺好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呀，就不要想着惦记王后了，更不要在大王跟前提及王后。如今，王后已是戴罪之身。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只有大监最清楚，我们也是从他嘴里听到3言2语，才略知眉目。拜见大王。基地免礼。听说芈八子已无大碍，恭喜大王。虽然已经好些了，但身子还是过于虚弱，仍需要静养。和氏璧一案还辨不出黑白，吴国围秦之事重中之重，是否考虑派张仪出使游说，分化列国？张仪身处嫌疑，恐难再为国相。王后乃后宫之人，臣不敢擅作主张。张子有才，有才不忠，比无才更甚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说有急事求见大王，老奴让他在外候着呢。他这么弱的身子，为何到承明殿来？说是关于和氏璧毒案。和氏璧毒案？是，芈八子说事情紧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臣告退。大王，过来。这手冰凉的，快烤烤火吧。母监，端碗热水过来。是。月儿没事。没事？这么弱的身子，这么冷的天，还往外跑？臣妾只是想到了那个案子，实在在交房殿躺不住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就别为这事情费心了。这一日躺着无事，就这案子的情形，我问了宫中的姐妹和相关之人，才知道此事不仅牵涉到王后，还牵涉到了国相张仪。不错。臣妾以为那个中行期很可疑，应该重新审他一次。可是太晚了。上午雍瑞来禀报，说那中行期在狱中打碎陶罐，割腕自杀。寡人让雍大夫即刻重审那犯骨，得到了些新口供，但是听起来都是胡言乱语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中行期曾叮嘱他，这块玉无论多少人出价，到最后只能卖给一个人。那人恐怕是张子。正是。但此玉若是张仪出售，并通过你之手哄抬市价，为何到最后又要返回到张子之手？这岂不是用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？这就对上了。你看出来什么？大王明鉴，既然那和氏璧是假的，那么关于中行期所说的张子如何盗取和氏璧，如何变卖和氏璧之事，皆应当是假的。你先歇息一会儿再说。既然他们为了设计张仪，那匣中的毒针很可能就是针对张仪，对方必是知道张仪的过去，也知道他会对和氏璧耿耿于怀，所以将毒针藏在匣中暗算。
我和王后半路相争，和大王让我们破解匣子的机关，大约都在他们的算计之外，只因他们有备而来。当毒针刺中我和元儿，大王彻查抓住中行期后，他们马上又用了苦肉计，把脏水泼到张仪身上。张子无辜，却是有口难辩。这个雍瑞是如何审案的？差点误了寡人的大事。这也怪不得雍大人，那中行期一伙早就做了算计，又抱着必死之心，只怕换个人审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那蛇毒来得奇怪，你和王后相争和氏璧，你中毒以后，王后就赶紧吃了解毒药。她是秦宫中唯一有解毒药的人。大王，一事且归一事，就事论事。就算王后有杀我之心，我也不能落井下石，指黑说黄，明知其冤，却因为私人恩怨而私心窃喜。金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，乃是楚国3种最毒的蛇。楚国宫中藏有这3种蛇的蛇毒，而宫中秘制的解蛇毒药回龙丹，也是针对这3种蛇毒而提炼的。所以王后的药正巧能解此毒，但未必王后就是下毒之人。依你之见，谁该是下毒的人？臣妾后来又将那假和氏璧拿来细看，发现不但玉质绝美，而且做工精致，都堪为杰作。和氏璧为传世之宝，假和氏璧可以以假乱真。臣妾以为那始作俑者一定是曾经持有过和氏璧之人。这么说，此人应该是来自楚国。说起楚国，臣妾首先想到的是楚王。但楚王天性糊涂，并不是阴毒设计之人。令尹朝阳，可能是他，但不仅仅是他。诸国兵马联手攻秦，楚国派朝阳当统帅，朝阳自然立功心切，但朝阳的性情一贯暴躁，并不工于心计。这种连环计环环相套，朝阳背后必有高人。那人记恨张仪，忌惮张仪之才，欲除之而后快，利用朝阳和和氏璧行此诬陷之计。寡人知道那个高人是谁了。大王的意思是？公孙衍。大王怎能如此肯定？公孙衍与张仪有深仇大恨，朝阳不过是误会张仪盗了和氏璧，但公孙衍却一直以为是因张仪的到来而失去寡人的倚重，最终弃秦投魏。公孙衍虽有才华，但心胸狭窄，计较善妒。他一心想要让我为他离去而痛悔，所以他才会游说诸国与秦国为敌，以此证明他公孙衍的能力。他设计假和氏璧的圈套，既是为了陷害张子，使得君臣相疑，同时也是暗喻寡人不知见识人才，不懂辨认珍宝。那既然如此，大王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大敌当前，寡人本拟让张仪去诸国游说，分化列国，但眼下既然对手如此记恨惧怕张仪，那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，重用张仪，游说分化诸侯，让公孙衍的计谋不能得逞。士可杀不可辱。寡人虽然对中行期的口供并非深信不疑，但对张子也有所疑惑。寡人担心他因此而负气抗旨，不再为寡人效命。人以国事相待，我以国事报之。公孙衍太过熟悉大王，又太过了解张仪，才会设下这么个局来。臣妾以为，对张仪来讲，请将不如激将。激将？公孙衍如此与秦国纠缠不放，皆因为好胜之心，而张仪无端受此诬陷，必会有报复之心。若能激起张仪的报复之心，那天底下有比留在秦国
更能与公孙衍一决高下的地方吗？好，说得好。可惜张子这阵子被寡人圈在家中，定是一肚子委屈不忿。派何人前去周旋转还才好。大王，那你看臣妾如何？你在这秦宫里，除了大王，比我更知晓张仪的人，恐怕没有。可你的身子……大王，不妨派一辆好车，送芈月出宫。都撤了。是，撤。张相在家吗？张子，姑姑，这屋子里的味道太难闻了。什么东西这么刺鼻子？张子博闻强记，应当知道这是沉香，来自阳月之南邑。什么花儿香啊草啊，跟我张仪都无缘。你们弄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张子身为国相，肩负大秦重任，可这屋子里却有股萎靡不振、气息奄奄的味道。我非铜胶铁铸，我乃肉体凡胎，当萎靡时则萎靡。至于气味不好闻，没人替我打扫。你以前那些个小童仆都去哪儿了？何况你身为国相，我听说大王曾送你数名美姬服侍。张仪倒霉，没人来陪啊！自从那日大王说要派人把守相府，回来我就让他们全都走了。我可不愿意整日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愁眉苦脸的。再说了，我若真有事，总不能牵累人家吧？张子只愿躺下说话，身子哪里不是？头痛胸闷，那这沉香正好对症，主心腹痛、霍乱、中恶、清神。我是心病，你的沉香治不了。那就换一剂药。哎呀，算了。芈月从你进门我就知道你的来意，你不要告诉我说大王终于弄明白我是冤枉的，冤案要昭雪，要让我感激涕零。非也。非也？张子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和氏璧。是，但可惜这是假的。假的？如此瑰丽华美，怎可能是假的呢？足以乱真，就因为它过于完美无缺，所以露了马脚。你看出来的？芈月厉害啊！张子为何捶胸顿足？像我张仪这辈子，几次三番被这东西差点害得丢了性命。今日第一次见到真面目，还是个赝品。张子以和氏璧为仇，但我认为，恰恰是和氏璧成就了张子。
哎呀，你不要再取笑我了。老子曰：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任何事情都有福祸两面。试问，若无和氏璧，张子此时还在朝阳门下浑浑噩噩的度日，因为有了和氏璧，才把张子逼到绝处，因而走出楚国，成为秦国国相，一怒诸侯惧。那此番呢？此番，诸国联手攻秦，公孙衍本来就与你有仇，又惧怕你的才华，于是以和氏璧为计陷害于你。但如今你毫发无损，这只能成就你在诸侯之间的威名。等你再出使列国，诸侯召见之时，你未发一言，他们就先行气馁了。芈月说得好，我张仪若说我心没动，那是假话。那张子，来人，来给我更衣，我要进宫见大王。来人呐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是些踩地攀高之徒，没一个忠心的。我自己来。拿来。什么？诏书令符啊。这个见了大王自然会有。大王为何没让你带来？你亲自面对大王，才好讨价还价。我不可越俎代庖。芈月，你出师了。大王，此番诸国已经对我大秦举兵，全有赖张子前往各国游说分化，解我大秦之困局。张仪义不容辞。纵观全局，张子看还有何遗漏之处？据说半年前燕王驾崩，大公主孟莹之孩儿公子直，年仅2岁便丧父，母子俩很是可怜。眼下孟莹成为了义后，太子快继位，此君懦弱无能，大权旁落于国相子之手中。前次大王修书一封给义后，请他帮母国说话，却一直没有得到义后的回信。此次出使诸国，张仪以为第一站就应是燕国，望大王能再修信一封给义后，我等只要说服子之，这燕国就会成为羊群中第一只掉头而回的羊，别的羊见了，不可能不为之心动。好，除此之外，张子还有何要求？寡人定当尽力为你办到。大王，张仪还真的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说来惭愧啊，张仪一向自负，却因着和氏璧几次三番差点断送我的性命。此次公孙衍以假和氏璧相诱，固然是要构陷微臣，但臣料定公孙衍也是想以假诱真。若是这和氏璧真的在秦国境内，大王日后得到了和氏璧，请交于在下，将其砸碎，以泄此恨。玉璧易得，国事难求。和氏璧虽为楚国之宝，但你张仪却是我秦国之宝。寡人答应你，若和氏璧真的落在寡人手中，定当赐予你张仪，任你处置。
是为知机者死，长女愿为我王效命。好。大王，老奴弄清楚了，王后和芈八子为和氏璧相争，此事背后果然有人作祟，宫中还有人放出“得遇者得天下”的话。谁？孟昭氏。但在背后怂恿他的，好像是魏夫人。魏夫人历来与王后不和，她浑水摸鱼，还到寡人这里来出手王后。也正因如此，才救了芈月一命。但那孟昭氏是王后的应试，她与魏夫人怎么会联手？有人唯恐寡人的后宫不乱。大王，公子华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孩儿拜见父王。华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儿这几日苦思冥想，让工匠将我秦军的盔甲进行调整。如何调整？比如说步兵，他们的前胸、后背、肩膀易受攻击。其甲衣由前甲、后甲和披帛等3部分合成。那骑兵必须便于骑射，其甲衣就比较短小，仅到腹部。没有披帛，还有车御，他们的手、臂、颈易受攻击。孩儿让其甲衣不仅有前甲和后甲，还有手甲、臂甲以及盆领。好，华儿真能干。函谷关大敌当前，孩儿愿为父王分忧解愁。华儿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辜负过寡人的期望。只是你那个娘亲，娘亲又做错何事了？你没听说过前阵子和氏璧的事吗？宫中人人皆知。你那个娘亲又在搅浑水了。父王，娘亲糊涂，请父王宽恕。孩儿定以命相劝，让娘亲好好在后宫安分守己，不再做任何错事。那就最好了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老奴拜见王后。大监不必多礼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王后以为老奴要说什么？芈月中毒，大王寻找设局之人，因为臣妾是宫中唯一有对症解药之人，瓜李之嫌，难证清白。大王要臣妾担责，臣妾就担；大王要臣妾的性命，尽管拿去。王后觉得委屈，臣妾有口难辩。大王英明，并未轻易定案。大王禁足王后，派人封闭交房殿，也是为了谨慎起见。王后不管是否冤枉，但同样要提防别人栽赃陷害。芈八子身体康复后，了解此事，亲自破了和氏璧的迷局。他向大王力证，王后与此事无关，因此大王口谕，派老奴前来，撤了交房殿的侍卫。是芈月亲自向大王力证？正是。这怎么会？王后，这就是说，大王相信王后是清白的了。是啊。除此之外，老奴还有一句告诫。大监请讲。秦宫历来清静，既无什么秘制，也无什么神药，
宫外不洁之物带入宫中，那就是惹祸的根源。人往往是先自侮，而后遭人侮之；加自毁，而后遭人毁之。王后还是要事事严谨为好。老奴告退了。多谢大监提点。王后，大监是什么意思？珍珠，随我到寝殿，去把我陪嫁的单子都给我找出来。陪嫁的单子一直是在玳瑁姑姑那儿，玳瑁姑姑去了也没来得及交代，不知道在哪儿啊。不，今日就算是把交房店翻个底儿，也得把那单子找出来。大监不是说王后没事了吗？王后为何反而要慌张起来？大监的话，我听明白了。若是要大王彻底去掉疑心，就要把我从楚国带来的东西交代的一目了然。快随我去。是。盘龙文壶1个，金银错云纹尊1对，云纹壶2个，朱雀衔环杯8个，青玉盘子3对，波贝炉2个，卷云纹4瓣团花鱼1个。大王，这是王后送过来的陪嫁清单。看来王后还是用心良苦啊。王后派人刺查从楚国陪嫁过来的嫁妆，她下令让她的应侍们也都要自己清仓查库。芈月嫁到秦国时囊空如洗，就不用查了吧？是。但另外2个应侍，他们2个在楚国都是有点背景的。那个景氏，他的族兄好像就是楚国才子景差。如今他怀有身孕，不能辛苦。你派2个能干的去给他当帮手吧。是。至于那个孟昭氏，就是招阳老贼的。寡人怎么忘了？孟昭氏就是楚国令尹昭阳的亲侄女。你们给我仔细着点，这些衣服和首饰可都是贵重东西，弄丢了一样，你们赔不起。王后不是让咱们自己清点东西吗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不相干的人？闭嘴！景氏那边不也来人了吗？估计是怕咱们自己清点累着。夫人为何如此烦恼啊？大监，我又不是王后，有数百车的陪嫁，就这么点东西，犯得着翻那么仔细吗？有时数百车的嫁妆还不及那1、2件小东西价值连城。大监，您这是说笑吧？你们可找到什么了？大监，你看，这是臣妾的家书。老奴要找的就是这东西。看来，夫人，你要跟老奴走一趟了。啊，大监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孟昭氏，大王有旨，宣你问话。为什么？见了大王不就知道了吗？请吧。这些都是王后进宫后置办的，或是大王赏赐的东西。即便如此，也要造册登记，交内府备案。好。王后不好了，
昨夜幕间奉大王之令，宣孟昭氏内府问话，一直都没回来。出什么事了？据说孟昭氏与魏国派来的奸细有勾结。这怎么可能？王后，莫不是有人要对付王后，从孟昭氏身上下手？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与王后怎么也脱不了干系。这事儿与王后本不相干，最好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叫祸不单行。我身上的罪名还没有洗掉，孟昭氏又出事了，躲是躲不掉的。去宣誓殿。罪妇芈姝参见大王。王后这是为何？芈姝身为后宫之主，竟对身边应从勾结外人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一无所知，难逃失察之责，疏忽之咎，愧对大王的信任与嘱托，望大王责罚。此事也怪不得你。孟昭氏不守妇道，暗中与宫外匪人来往，挑拨是非，兴风作浪，这一切都是见不得天日，是背着人做的。而和氏璧一案，你也是侥幸，若中毒的不是芈月，就可能是王后。如此看来，王后也是受害之人。大王，继儿，给娘亲笑一个。孟昭氏死了，来，你先下去吧。走喽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听说孟昭氏是被大王给赐死的。孟昭氏也是可怜，我不信他有什么胆子要与朝阳和公孙衍勾结。他的初衷也只是想在后宫争个高低位罢了。锦诗也跟着毁了。大王下令赐死孟昭氏，锦诗吓得当夜腹痛不止，孩子早产，生下来不到半个时辰就没气了。因为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般寒冷的天气，王后竟粗麻素衣，赤着双脚到宣誓殿去请罪。幸好大王明察秋毫，倒也没过分责怪他。人在后宫，如周行江湖，到处都是暗礁潜流。纵然自己小心，也难免会有翻船的时候。是啊，陪我去看看王后吧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王后，已经是早春了，姐姐不要一个人总闷在屋子里，跟我一同去园子里走走。昨日刚下了大雪，冰封千里，哪里有春意？姐姐把心胸放开朗些，那飞雪不也是漫天飞花吗？可惜各花入各眼。姐姐，好了，上次之事，谢谢你在大王面前替我开脱。珍珠，去把我那件披风拿来，我也跟着八子出去透透气。是。姑姑，你看，身子这几天刚刚好些，就往雪地里跑，当心着凉了。你们两个丫头也是，让你们跟着八子，偏往那不该带的地方去带她。姑姑，都已经开春了。
开春的风最冻骨头。哎呀，从怀继儿开始1年多了，不让骑马，不让使鞭子，不让见风，不让见雨雪，不让晒太阳，不让多走动，都不知哪样我还可以做。又不是姑姑要拘着你，你自己在鬼门关转了几回，转眼就忘了。所以呢，玉儿得抓紧，下一个鬼门关在哪儿等着我还不知道呢。呸呸呸！姑姑，看看好不好看啊？好，这要是在咱们楚国呀，满山遍野的都是；到了秦国就显得金贵了。前2年我求着大王，从汉中移来了这几10棵梅树，今年还是头一次开花呢。开了花也不给寡人通报一声，连个谢字都没有。大王，臣妾这是才看到，刚刚摘下这几枝，正打算让人给大王送过去呢。还是你自己留着吧，元日刚过不久，放在屋里也添些喜气。哎，仙儿、慧儿，你们多带些人过去，多摘些，给王后和其他几个宫的夫人送过去，让大家也添添喜气。是。大王今日怎么有空到臣妾这儿来了？刚才在王后那里坐了坐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函谷关集结了大量秦军主力，军中粮草吃紧。王后提出用自己的陪嫁首饰筹备军粮，没想到王后真是深明大义。函谷关那边怎么样了？函谷关连日大雪，近日接到战报，各国兵马中只有韩、赵、魏3国兵马抵达了函谷关。燕国兵马尚未出动，楚国20万大军走到半路，突然说因为太冷没有冬衣，不肯再前进一步。2日前，司马将军趁着大雪，夜袭了魏国的粮草大营，烧掉了他们的粮草，并意外虏获了几名建造弩机的韩国工匠。大王的话让臣妾想起一件事：孟莹嫁入燕国那函谷之地3载有余，刚开始燕国那边还常有书信来往，自从燕王驾崩后这半年多，怎么变得渺无音讯了？是啊，寡人心里也惦记得很。张子不日便会到燕国都城，他定可以见到孟莹，带回音讯。公子，咸阳城到了。先生是来住店的啊！你们秦国大王招贤纳士，我会在你们这儿住一阵子。哎，里边请。这位校尉，在下东周国世子苏秦，有一封重要书信要面呈你们大王。就凭你，说想见大王就见大王？我们大王哪有这般空闲？苏秦愚钝，还望这位校尉不吝赐教。你是世子，凡世子见大王都凭借策论高低，你的策论若有见地，还愁大王不召见你？此话当真？大王爱才，就看你是否真是有才之人。多谢。姬儿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看看。姑姑魏夫人来了。怎么了？咱们这儿来了一位稀客。谁啊？披香殿的魏夫人。请她进来。是。姬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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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。见过魏夫人。哎呦，妹妹太客气了，快坐。这小公子长得朱唇粉面，真招人喜欢。你看，你看这孩子一点都不认生。小孩子心里是最干净的。
是，小孩子的心是最干净的。他该午睡了，把公子抱出去吧。是，走喽，来，走。哟，前些日子，妹妹派人给各宫送来了梅花，图个开春的好彩头。姐姐无以回报，也带了些东西给八子。刚好啊，前一阵子华儿猎了些白狐，急坠成裘，让人赶着做好给我送来。我和妹妹的身量差不多，妹妹赶紧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魏夫人客气了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如何承受得起？我是特地来向妹妹道谢的。上一次若不是妹妹聪颖，向大王澄清了那和氏璧的真相，姐姐险些误会了王后，伤了后宫姐妹的和气。我一心只想报答，但思忖着这入口之物，难免忌讳，所以……姐姐快起来，姐姐言重了。妹妹，你是对姐姐仍心存芥蒂呀？魏夫人若是真心，这声谢我收下了，但狐裘还是请魏夫人拿回去吧。这，妹妹，你这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吗？夫人刚才说了，这狐裘是公子华对夫人的一片心意，我怎敢随意夺取？公子华孝顺，是魏夫人的福气，我也盼望着继儿有朝一日能长大成人，如公子华一般建功立业，得一方封地。自此，我也就一生无求了。我跟妹妹的想法一样。哎呀，只可惜他人对我误会已深。妹妹，你若不念旧恶，不计前嫌，姐姐愿与妹妹亲如手足。照我的脾气，就将他撵出去。他那次几乎害了你和小冉的性命，如今拿一件狐狸皮就想糊弄过去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或许魏夫人想做个洗心革面的人，在宫外面也许有，但后宫里头不会有。亏你没收他那件衣服，不然我还真得一把火烧了他。说什么入口之物难免忌讳，当年你娘亲就是穿了一件微后送来的锦袍，弄得生不如死，否则……八子，姑姑为何这么不开心呢？没什么开心的事儿。谁说的？这眼下就有一桩。你说说看。大王让母亲告诉八子，过几日魏冉要跟着司马将军回来了，而且要在咸阳住上2日。大王要他回函谷关前进宫看看八子，让你们姐弟团聚一番。姑姑，小冉要回来了。是，小冉要回来了。小鸟飞，小鸟飞，要吗？要吗？母亲说过几日，这都过了几个几日了，小冉为何还没有回来呢？小冉就算回到咸阳，还得跟着司马错将军忙碌军务，闲暇了才能来看我们。小冉那么大点孩子，上沙场不哭就不错了，还能忙碌什么军务呀？难怪一路都在打喷嚏啊！原来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呀！啊？哎，不认识了。小冉，小冉，小冉，你怎么长得都已经比我高了？小冉一转眼变成大人了。小冉，姑姑，我回来了。小冉，小冉，
想念姐姐。姐姐一想小冉，都变成大人了。小冉，你看这是谁？哎，这是继儿，快叫舅舅。继儿，继儿，我当舅舅了，我当舅舅了。来，继儿，继儿，姐姐觉不觉得继儿跟我小时候有些相像？可不是，都说外甥像舅舅呢。不过继儿可千万不要真的像我。小冉从小到大，给姐姐、给姑姑添了多少麻烦，惹了多少祸事。小冉，让姐姐好好看看你。告诉姐姐，你打仗时受过伤，对吗？我知道你吃过许多苦，还不愿意说。你过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。姐姐希望我做个驰骋疆场的男子汉，小冉从来没给姐姐丢人。这次随着司马将军去袭击魏国粮草大营，小冉又立了军功。函谷关那边战事如何了？楚国兵力正在函谷关外集结，幸好楚离子刚刚带着12万的增援人马抵达函谷关，那这仗就好打多了。哎，对了，找什么？我那包袱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哦，好，来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要交给姐姐的，都是小冉军功受赏得来的。有金，还有功勋田，不过只有10亩，还望姐姐不要嫌弃。哦，这2块玉也是我在疆场上得来的，就算作是给继儿的见面礼吧。小冉，这些东西我带在身上也不方便，以前还要托放在别人那儿，这次总算能见到姐姐一面，就都带过来了。傻孩子，姐姐这里什么都有。我知道，但这些都是小冉用性命给姐姐挣来的，以后小冉还要挣更多，给姐姐，给姑姑，还有继儿。好，那姐姐先给你收着，再给你添上一些，等着将来给你娶媳妇儿用。姐姐，慧儿，把衣服拿来。是。姑姑和姐姐给你做了几件新衣，你在外行军作战，千万别受寒了。哎，哦，看着就暖和。小冉，姐姐几年前给你的东西，你可妥当收着了？姐姐说的是《孙子兵法》13篇。正是。放心吧，小冉一直缝在贴胸的地方，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他可是我随身不离的先生，我要时常向他请教呢。那是大智慧，会让你受益匪浅。小冉明白。来，试试。好，试试。怎么不吹了？许久不吹，都忘了曲调。曲中有些呜咽之声，甚是悲凉。排箫的心是空的，芈月的心也是空的，彼此两相宜。是因为你弟弟小冉走了吗？司马将军告诉寡人，
魏然天赋异禀，才思敏捷，假以时日，定是个领兵统将的人才。多谢大王赞许。大王日日忧心国事，可芈月却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。寡人心中想起一事，或许芈月可为寡人解怀。还记得四方馆吗？那些士子天天雄辩，很多都会写成策论，有些优秀之作会送到宫里来。可是遇上函谷关战事，军情紧急，这些策论都放在那儿蒙尘了。你若无事，可以去替寡人看看这些策论，挑选分解。而且这些策论诸子百家俱有，五花八门的理论相互攻击，倒可让你增长见识，辨别蛊惑之言。真的？寡人何时骗过你？芈月多谢老伯。为何要谢老伯？周有太任，善教文王，可谓良母；亦有一将辅佐武王，可谓贤妇。月儿不才，月孝先贤，为夫君分忧，也为将来教导继儿，增长见识。既然丫头喜欢，就这么定了。那此刻，我再为大王吹上一曲。好。开始吧。卷好了，把它挂上去。是。以天为法，为方以举。这是姑苏唐记的策论，属于墨家。把它分开放。是。哦，这位校尉，怎么又是你？请问大王最近可有看我的策论？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想当官想疯了？日日来问。大王最近忙于军务，哪有时间看你的策论？如果大王看了你的策论，赏识你，自会派人去找你。你跑到这宫门来纠缠有什么用？不，在下不是想当官，在下真的有急事。这位校尉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行了，我说你这策论才交上多久，就急成这样？人家交上来1年半载没回音也不急，都跟你这样，这宫门不走人了。走。不是，这位校尉，我真的有急事，麻烦你通报一下。在下苏秦，姓苏名秦，东周人。我这次不走，快滚！你怎么可以口吐脏字啊？我怎么口吐脏字了？我说什么了？快滚！八子，天晚了，不急在这一时，咱明日再来吧。不急，让我看完这一卷。这天一黑，小公子就闹着要找你，这会儿肯定连魁姑都劝不住了。我看完这一卷吧。这一卷是墨家驳儒家的言论，格外精彩。再过一会儿，大王就要回宫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是。姑姑，我回来了。你可算回来了。
继儿呢？继儿一直哭着找你，奶娘好不容易才给哄睡了。我也是没办法。我每日去成明殿读这些策论，其实也是为继儿读的，为了将来能够帮继儿管理一方封地，学会如何开疆扩土、建功立业。等继儿长大了，会明白你这个当娘的一番苦心的。刚才夫人说到读策论，倒是想起了木心今日说的一事。怎么了？木心出宫办事回来，见到一位姓苏的东周游士在和守门侍卫赌气，大概是他向大王投了策论，所以隔三差五的就跑到宫门外追问大王看他策论的结果，反倒被侍卫嘲弄。说来也是好笑，难道他以为大王那样悠闲，而天底下只有他一个游士在写策论吗？你不要笑话人家，保不定像他这样的人当中就有未央吴起。假若一直得不到国君重视，他会一气之下投向别国。哎，八子不正好在帮大王看策论吗？那就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，到底是何事让他这般急不可耐的。当儿百日时，芈月曾送他一个金锁。下月嬴稷就满2周岁了，这块玉佩送他，应该也说得过去吧？这玉佩是王后出嫁时魏后给的陪嫁之物，为何要给芈月？住嘴！你们要是再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交房殿就留不住你们了。是芈月向大王澄清，救了咱们的性命，做人要知恩图报。出去外人面前提到芈月，更要恭恭敬敬的。王后，自从那个假和氏璧伤了芈月之后，王后也跟着受了连累。虽然后来还是还了王后的清白，但大王对王后仍旧冷了许多，1个月也来不了几次，就算来了，也是几句话、一杯茶，转眼人就到西片殿去了。眼下大王的眼里只有芈月一人，长此以往，这后宫哪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？王后，奴婢也是实在看不下去。王后今日赐芈月一个金钗，明日又赏她一块玉佩的，可是那芈月呢，何曾对王后感恩过？今日也不常来请安了，说什么大王让她到成明殿去研读策论。那成明殿是什么地方？王后都不能随便出入，怎么倒成了芈月的书房？王后，奴婢实在是替您感到委屈和不值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只争这一时长短，哪有来日天地？这些日子，我把进宫后的诸事细细地想了一遍。我是楚国的嫡公主，嫁到秦国为一国之后，但万事都不如那芈月伶俐周到。芈月能的，我不能，所以种种困顿怨不得别人。你们都起来吧。你们的心思我懂，但我的心思你们不懂。别在乎这一钗一玉的，都是身外之物。你们说，眼下是什么季节了？冬天过去了，已经开春了。冬日万物蛰居养息，眼下已是春天了。把眼睛放亮了，到处都是机会。大王，王后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大王。王后有事吗？臣妾听说函谷关战事吃紧，大王运筹帷幄，日夜操劳，心神交瘁，臣妾十分不安，不知是否能替大王分忧。后宫千头万绪，王后已经够辛苦了，前朝之事就不用王后分心了。无论前朝后宫，眼光见地均是第一位的。臣妾过去见地不足，料理后宫捉襟见肘。听说成明殿策论堆积成山，芈月帮忙帮着翻阅分类，仍是左支右绌，臣妾愚钝，愿效犬马之劳。
王后的意思是，大王珍重才学出众之女子，臣妾作为大王之妻、后宫之主，理应不耻相师，研读策论，提高学识。疏而不才，望大王御惩。王后勤奋好学，寡人自当成全。多个人手，多把力气，你与芈月共同研读策论，定能相互切磋，相以成强。谢大王。王后，请。珍珠，给我。妹妹，这份策论讲了一大堆诗书礼乐教得好，可又讲了一堆清静归隐、安贫乐道。这世子说他是儒家，可我看他反倒像是道家。儒学中有多个学派，我想这个世子推崇的，该是儒家中的颜氏之儒。颜氏之儒。挂上牌子，勿因之而动之，法天地之始，万物自然。甚至不得不然而为。都2个多时辰了，我也真是有点乏了。珍珠，你去给我们姐妹烹壶好茶来。是。姐姐乏了便歇一歇。这些策论读起来虽都新奇有趣，但分类却是个心细的活，急也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那我可就真歇歇了。父王，出何事了？大公主有难了。